大家好，我是策划阿杰。大家好，我是策划阿伟。大家好，我是美术阿 Z。好，可以，坐，太尬了。哎呀，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次的特别节目啊。那么其实跟大家上次见面呢，也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嘛。那么这一次我们突然以这种比较特殊的形式跟大家见面，其实从我们刚刚的入场也能看出来，对吧？是，都是鬼泣5里面的一些标志性的动作。没错。那其实这一次我们也是想通过闲聊的方式啊，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目前联动版本的一些开发近况，包括我们的角色制作情况啦，我们的主线的关卡啦，还有包括我们角色的获取方式啊等等，我们都会在后续的内容当中跟大家同步嘛。没错，还是要跟大家就是提一嘴的是，我们这次这种闲聊期间展示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还处于一个开发阶段。是的，对，还是希望大家一切以我们5月22日会更新的这个铭记换气曲这个版本的换季名气曲啊，换季名气曲，对，难读，正式服的这个表现为准。是的，以正式服为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嘛，也就是我们最关心的角色部分啦。是的，阿 Z 老师啊，我听说啊，这一次咱们联动角色的单个角色的制作规模啊，已经达到我们以往角色2倍之多啊。对，有这个说法吗？是有的。我们不管是从那个模型上还是动作上，其实都花了非常多的一个精力来去做的。对，然后那我们就来再详细讲一讲。好呀，那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角色但丁。好。哇，这个角色立绘看起来也太帅了，帅！对，除了人形态，还可以看到它背后还有一个真模人形态。这一看这个立绘就觉得给我们的模型还原上压力了，对，是吧？是模型还原这块。是的。我们是在我们的那个面部上，我们的面部风格从我们那个鬼泣5的一个写实的风格转变成为我们一个藏双游戏的一个画风。然后对此呢，我们还要保留我们人物的一个个性。然后我们但丁的这个角色是比较一个从容的一种类型嘛，对。然后从模型上我们要还原一下他的那个神态，而且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打磨他的脸部，对。然后从服饰跟体型上需要对原形象做出一些调整跟一些优化，然后也使我们的这个人物比例跟一些材质效果要匹配我们的藏双的一个风格。之前听说模型组的同事已经加班加出黑眼圈了，是。那我们就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一下我们但丁战斗，对他在战斗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好呀，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斗。首先是以我们的但丁的一个入场，以但丁的一个舞蹈名场面来作为一个设计的一个灵感，对。然后呢，在战斗中我们也还原了但丁的一些武器和一些经典的一个招式，然后切换不同的武器，然后以及可以使用的一些技能模组来配合热武器，打出更多的一个连招。说到攻击呢，我们的但丁它其实在人类形态期间攻击是可以积蓄一个魔人值的。魔人值对，在积蓄满了以后呢，它可以通过点击必杀来变为真魔人的形态，对，肯定得在真魔人形态下其实是积蓄了另外一种积蓄值，就是真魔人值。对，那同时呢，在变身成这个真魔人状态的情况下，它的攻击模组也会发生对应的变化。对，在攒满了必杀能量以后，可以使用旱地狂焰、以及最终审判，还有2个技能，对敌人造成这个致命一击。那同时我们也要想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把一个标志性的嘲讽的这个动作是吧？对，加入到了战斗，加入到了战斗中，因为非常经典嘛。对，太经典了，这个东西确实很经典。然后我们的结算也是比较经典的，就是致敬我们但丁模仿那个维吉尔的一个发胶手的一个名场面，这个学他那个发胶手是吧？说到还原啊，我其实刚刚看了那么多武器动作嘛，有一个好像被漏掉了，是不是？就是那个摩托车啊，那么帅的摩托车呢？是我们的这个标志性的摩托车，其实也还原到我们的游戏内了啊，也做到游戏里了。是的。然后呢，但丁的这个摩托车，科沃兹将会以一个异界装备的一个形式来出场。异界装备，它的名字是异界装备，但是其实到我们战双这边用的系统就是辅助机的那一套。这下听懂了。是的。所以呢，在我们的战双内，科沃兹是一个辅助机，然后也会更多的参与到我们但丁的一个连招当中。然后呢，指挥官可以在游戏中尽情的跟科沃兹一起出招。好，没错，就意味着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动作表演的。行，那其实刚刚战斗相关动作看了这么多嘛，那主界面的动作是不是也得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像但丁嘛，一个很帅很从容的角色，那么他在我们的一些游戏里，比如说主界面，他的那些名场面，比如对，那个对吧？是的，是不是？
对，就是我们的主界面其实也还原了但丁很多有趣的一面，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嘲讽动作，哎对，说着说着就跳起来了，就开始动起来了，这样是吧？这样，对吧开？始扭动。行行，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啊。 Wait. It feels like Virgil. I guess he's also here. Well, talk to you later. I have something I need to do. Virgil! Come on. Let's rock. Yes. Ooh, yeah. Thank you. Come on. Show me what you really got. 哦，帅啊，确实非常经典。是吧？是，但是我刚刚好像看到但丁是不是看到什么，还是感觉到什么？他扛着他的刀冲出去了。哎，没错，哎，我也感觉到有风暴在逼近了。那个男人接下来是不就是那就是我们的维吉尔了，维吉尔对是他哇，这一次真的来了，对吧？是的。那么我看这个例会，我感觉又是给我们的模型那边模型老师们上了很大的压力啊，还原起来很难吧？很困难哦。是的，我们跟但丁一样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将鬼泣的美术的一个画风要融入到我们的藏双游戏内。这还是那个问题。是的，然后我们维吉尔的面部神态啊，同样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打磨，就尤其是他的那个眉眼。听上去还是很难啊。那所以是最后是怎么实现的呢？哎呀，主打一个还原跟一个写实嘛。写实。。对，您看到维吉尔他的那个黑眼圈了吗？啊，对，听我们的那个模型同事说，这个是他每天疯狂的照镜子，参考自己的一个照镜子看自己的黑眼圈对，看自己的黑眼圈一点点改出来的。那就是爆肝嘛。哇我们的模型真师是充满破袜的不眠不休的修改模型。那你看这个例会这个动作这么帅，那有没有去顺便采访一下我们的动作组老师？哦他是怎么把这个实现出来的？有的有的，其实我们的动作组每天我都去看他们的那个动作的那种表现的形式。你也学了2招是吧？对，我也学了，哇，可以可以可以。就是哇，这收刀这种感觉。，收得很顺畅。哎刚说完就卡住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哎，没事，那我们刚好就看一下嘛，对吧？我们的维吉尔他的主界面相关的待机动作是怎么样的？没错，好啊好啊，一起看一下。刚刚那个弹出剑的动作是吧？是这样啊，是非常是的，经典非常经典，对吧？嗯，是。然后我们鬼泣中，但丁在开战前也是用了这个动作。哦，也用到了这个动作。是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名场面。被我们还原了出来。是的，是的。然后呢，同样这个姿势也会用到我们的一个入场当中，从椅子上要站起来，然后再进行这个弹刀嘛。对，名场面。是的。然后在战斗中，同样也还原了一些维吉尔的一些武器，玩家可以随时切换这个武器，然后配合一些跳跃啊，然后普攻啊，然后甚至一些长按普攻键来打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连招。各种各样的连招，是的指科目一。是的是说起这个，我那天晚上在加班的时候，听到隔壁的同事就搁那儿自言自语，然后仔细一听，就什么有小戴，对吧？哎呀然后满婚，别人过来一看，其实是在打科目一，是吧？是的，对啊是的。除了这个科目一之外太经典了，我们还做了一些真魔人的一些形态。对，其实跟但丁是一样的。是嗯对，那它真魔就还是在人类形态下嘛，也是继续2个形态嘛。对，魔人值，然后满了以后按必杀就变成真魔人形态嘛。然后在真魔人形态下呢，它的攻击的动作也是会发生变化。也做调整。对对对是的。然后在必杀值继续满了以后呢，可以使用这个次元斩诀，来进次元斩行终结一击。终是的，结一击。是的。次元斩这一块的话，也会用到我们的那个结算跟传送门之内。对，哦然后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唰唰，
两个十字斩对斩出传送门。是的，是的，是的。非常经典的动作。嗯，好的。那其他的呢？我们维吉尔应该还有一个异界装备，哦，是的，是吧？跟但丁一样的那个是什么？是的，是的，维吉尔的一个幻影剑，就也是一个幻影剑对，也是一个辅助机，然后也会作为一个异界装备来一起呈现出来。好，那除了像刚才那些战斗相关的动作呢，我们也在主界面的待机动作部分也做了一些很还原的内容，没对吧？错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一起看一下。 I can feel his presence. I knew you were here. Dante! In the pursuit of power, I once forsook my humanity, yet found myself still unable to defeat him. Here's some counsel for you. Remember the inner fire that propels you towards strength. And always keep in mind the purpose for which you fight. Thou dost smile. I sing thee while sweet joy befall thee. Nothing, I'm just reading. 好，那其实刚刚展现这些内容呢，也不是我们这些角色的全部，所以具体的内容也要等到我们各位指挥官等到这个版本上线之后，在游戏内进行具体的体验了，自己体验，亲自去体验我们做的这些比较细致的内容。那么除了角色这一块，我们在其他的内容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展现？那我们当然不只是做了角色的还原嘛，其实也会与鬼泣还有与我们战双本身有一些联动相关的关卡，剧情相关的一些关卡，对吧？没错没错。那么他们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要不然先展示一下我们的故事场景给大家看看场景，对吧？看一下。行，那我们一起看一看。其实能看到这次我们的场景也是做的非常的好看嘛，对吧？非常给力嘛，而且这些的场景都是会用到我们的关卡当中。而且我听说啊，这次的关卡里面做了一些非常独特的设计。那当然了，关卡上我们也就是一如既往的要做一些比较花活的设计嘛，又整花活是吧？对，所以首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会在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这个楼梯间，使用一个固定视角的模式，固定视角来让大家进行游玩。对，它其实相比我们常规的视角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嘛。是，对。然后在击败 BOSS 后的一些镜头，然后包括这个关卡的结算的画面，我们也加入了很多鬼泣的元素，很还原了。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做的非常细致的一个东西，是的，没错。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的关卡里面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彩蛋吧，可以说，引入了一些鬼泣的元素，也有我们自己的设计在里面。先卖个关子，对对对，等具体到时候去挖掘。当然不能全部告诉大家，行，那我保留一些惊喜感嘛。对，说到关卡，我能打断一下吗？可以在关卡中实现维吉尔的2段跳吗？这个我们当然也要还原。维吉尔它是对。不过呢，在一些关卡中，但丁它其实是可以2段跳的。对，但丁可以。对，然后在这个关卡中，我们也会有一些用但丁，然后通过跳跃去进行探索，包括杀怪的这样一些关卡环节设计在里面。没错。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我们比较还原的一些空中冲刺呀，然后对这个真魔人冲击啊，也会加入到关卡的一些编排中去。看来是最尊重原著的一集啊。那说到关卡，那是不是我们这次在关卡奖励上有一些变化呀？没错。各位指挥官呢，只要完成我们这个换记名器曲的第6关，即可免费获取我们的联动角色但丁。免费获取啊！没错，也就是说，我只用完6关，对我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但丁这个角色。对的。哇，那真的很爽啊！我还一直担心我卡是不是不够呢？这下看来有一些绰绰有余，能省很多了。是，哇，真的太爽了。
那既然说到这里，我们不如就刚好展开讲讲我们这一次联动角色但丁和维吉尔的一个获取方式。好呀。那我们这次其实也是采用我们联动角色的这样一个特殊卡池的形式，特殊卡池对，来让大家获取到我们的联动角色。那和之前的联动一样，我们会使用我们特殊的一个联动角色研发券来进行抽取。对，然后不同的一点是呢，本次联动我们将会采取不同的价格来让玩家去抽取。那这个价格其实就是单次研发需要消耗175的这个联动175联动角色研发券。我们平时不是250的研发券吗？对，其实相当于7折。7折。对，所有的都是7折。对，从头到尾都是7折。这2个角色我只要抽就是7折，是吧？是，这么好。对，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吧，就是这两位角色在各自前2次的获取的时候，那当你抽到的时候，就会额外再获取一个角色。我理一理啊，就是但丁和维吉尔，他的前2次获取都是我只要抽一个就可以送一个，对吧？对，是分别。然后抽的价格全程都是7折，对吧？没错，对吧？这2个都有。是的，都有。这么好。对，别忘了我们还有就是活动剧情的这个主线关卡第6关过关了以后，也会赠送一位，还再送一个但丁，对，一个免费的。那也是，看来我们这一次是真的希望我们的各位指挥官能在这次联动里面玩得开心啊。对，也希望能以这种方式让指挥官们更容易的获取到我们这次的联动角色吧。是的，对。那其实现在我们既然了解完了角色相关的内容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 BOSS 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呢？对，我们这次的 BOSS 呢，其实就是熟悉的镜像维吉尔。镜像维吉尔，那维吉尔他在作为 BOSS 的时候，他同样也会有一个人形态和真魔人形态，2个形态，对，2个形态都还原进来了。那他在人形态的时候，会有一些对应的技能，然后在真魔人的形态的时候也会有对应的技能。然后这些技能其实也就是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技能，对，都被我们还原了进来。那我是不是能看到BOSS 的维吉尔对着我方次元斩？能看到的哦。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嘛，有2个形态。对，维吉尔他在变身真魔人状态以后，他会攻击会变得更加凌厉，然后他会有一些额外的这种效果，比如说召唤他的魔影分身，然后对玩家不断的发起这种攻势，然后释放突进技能，就那个飞来飞去那个是吧？对，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小心应对，是吧？没错。那既然都做联动了嘛，而且你看鬼泣它也是一个有评级的一个玩游戏嘛，那我们也有一个有评级的玩法，是不是也会以像失恋这个玩法，对，是不是也要复刻了呢？对，这次也是复刻了这样一个玩法，然后同时呢，在这个玩法中，我们也是加入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BOSS 的维吉尔与我们联动角色的但丁和维吉尔2位角色，希望大家能够在战双里去还原这样一个打评分的这样的体验。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能够体验到一部分在鬼泣5当中那种打评级、把评级打起来那种效果。对，没错，并且比如一些维吉尔的那个空中的一些次元斩嘛，然后以及一些但丁要找准时间要去做升龙之类的一些招式去刷评分。对，因为我们这个玩法其实就是以一个打评分为主嘛。对，所以包括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动作，都会给玩家增加一个评分，然后来让我们的评分变得更高。原作里评分高的那些招式，你现在在这个玩法里搓出来，是不是也是？对，是这样，也可以搓。并且同时我们其实还做到了一些小彩蛋，就是像我们之前那个左边会有一个评分的标识嘛，对，那个等级是吧？对，评分的等级我们也是还原到了鬼泣里面一个 UI 的样式。不错。那其实刚刚讲完这个玩法的内容部分我听说这个玩法的奖励还有一次很大的一个没有奖，是不是？夏天快到了嘛，我们也希望各位指挥官能在这种热血沸腾的鬼泣相关的这种战斗结束之后，在我们的战双中消暑。对，所以我们这次呢，挑战我们的回音的这个 BOSS， 即可免费获取亚里莎回音的一个特效涂装。那这个特效涂装，对，这个涂装呢，它其实是一个夏日的主题，它叫沙飞红芒。沙飞红芒，也就是我在这个玩法里面挑战回音，然后获得回音的涂装，对吧？没错，这还能对上。是，那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看一下了。那这套涂装的更多信息呢，我们也会在后续的动态里面为大家更详细的去做一个展示，然后以及包括其他的我们战双相关的一些涂装也会在这个版本上线，请大家敬请期待了。请大家期待吧，期待。
那本次跟鬼泣有关的内容呢，我们就先给大家先透露这么多啦。哦我们版本内容肯定是不止这些的嘛，没错，对吧？还有很多我们战双自己的一些内容，包是的括一是的是的些往常的活动玩法。对对对，所以更多的内容呢，也请大家关心留意我们后续的官方动态。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在这个版本准备的内容感到满意和开心。没错大家玩的开心最重要嘛希。望大家开心。对，我们也很期待能看到各位指挥官在战双中用但丁和维吉尔来打出一些优美的连招。打出自己的连招，科目1、科目2，甚至再研发一点什么科目3之类的，对吧？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这次鬼泣的角色，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嘛，对于我们与我们往常的角色相比呢，工作量其实是提升了不少。对对，是的内容量比较多嘛。对，然后可能各位指挥官也会担心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容质量会有下滑。那我们在这里其实也可以跟大家沟通一下，就是打个包票是吧对，不会有这个内容上的下滑。包括我们在鬼泣角色上做的一些美术相关的，包括动作相关的尝试，之后也会体现在战双自己的角色中。要体现在内容中。对，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在极力的筹备我们5.5周年的这样一个内5.5周容年是吧对是的，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也就是很可能在未来1-2个月要跟大家再见面了。是的，对是的，到时候又有什么再见面一次新东西，就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再公布吧。是的。对最后呢，也按照我们的惯例，就准备了一些兑换码，然后也送给大家，然后希望不要错过哦。没错， 5月22日，换季名气曲版本更新，对我们不不见不散。见不散。大家拜拜，大家拜再见。拜。